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这是我们灯光科普的第2期。上一期我们理解了灯光的性质，什么是硬光，什么是柔光但之后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在录 talking， 也就是像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或者说在拍纪录片、人物采访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光已经打到人脸上了，但在镜头里面看起来脸上的光还是很暗、很硬，画面一点都没有这种电影感。那或者说有的时候我只是想把人脸给打亮，但是背景也被打亮了，那我应该怎么办？那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先讲一个道理，就是灯光是没有对错的，就你想要有强的对比还是一个低的反差，这都完全取决于你。你可以像打教父里面这种特别深邃塑造人物的硬光大光比，也可以打像机械姬里面，这个电影非常好，非常推荐，里面这种看起来高科技很亮但是又冰冷的大柔光这种光比就会非常小。那这些光的明暗还有对比，其实在学术上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就光的亮暗，我们通常会用高调还有低调来描述。高调就是亮，低调就是暗。而画面中的对比还有反差，我们通常会用长、中、短来描述。那长代表高反差短代表低反差。那结合刚才我们所谓的那个高中低调，你其实算一下就可以得到9个词。那像高长调就是高亮高反差的画面，中短调那就是标准亮度低反差的画面，那低中调就是低亮度标准反差的这个图像。那这样分类虽然有点绕口，但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导演或是摄影指导精确的表达他们对灯光的期望所以我建议你记一下这些名词，以后也许会用到。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它会帮助你从更好的底层理解灯光的逻辑，来打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你想要的光。首先，这个理论涉及到的是光强还有距离的关系。一个散射的点光源离被摄物体越近，那被摄物体自然就会更亮，那这个是常识。但它们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这里我要说的慢一点，也就是说光的衰减不是说我拿出1米的距离，它的亮度是1，而2米它就变成1/2， 3米就变成1/3，不是这样记住，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数据的变化会比你想象的要可怕很多。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叫做平方反比定律那千万别被这种咋咋呼呼的名字给吓住。众所周知，我们小学2年级就学过这样的公式。那光的照度等于1除以被摄物体的距离的平方听不明白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来做个实验。那假设这里有一个点光源，还有一些点，这些点分别离灯有1、2、3、4米远。那设定1米处的点受到的光是100%。那2米处根据这个公式来算一下的话，就是1除以2的平方就是1/4， 25%。但当你算3米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了1/9，那大概就是11%。而4米处最终就只有1/16，也就是6%这个我们量化到现实中来看一看，这盏灯是一个50瓦的台灯，而这盏灯是一个经典的红头灯，800瓦的功率。虽然这2个都是不是特别完美的点光源不是完全符合逻辑，但是你能够足够看到差异。当你把50瓦的台灯放在1米的距离，红头灯放在4米的距离，不说别的，它俩的曝光现在特别的接近，那就意味着当你把距离拉远，你其实在损失巨量的光。你想从更远的距离打出同样的照度，你这些灯的功率也需要成指数的增加，无论是灯光的体积还是你的钱包都会有巨大的损失但有意思的地方就不只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平方反比，曲线是这样的。那你会观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开始拉远的时候照度衰减非常非常巨大，但是当你越拉越远，衰减的速度也在越来越慢。那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说人话就是，假如说你想打亮一个被摄物体，打得特别特别亮，你需要尽大可能去靠近它和它贴得越近就赚得越多那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们来看看在实战中这个定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准备了一张白色背景纸，让人站在背景纸前面，灯光放在尽量远的位置。那你可以看到此时人和背景纸都被打亮了，两者的曝光都非常接近但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显得非常平没有什么对比和反差。那接着我们保持人、背景纸还有摄影机都不移动，只是把灯不断的靠近人。你会立刻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人现在迅速就过曝了，但是后面的这个背景纸却没有过曝。现在人因为距离灯非常接近，它的照度会远远高出后面离灯更远的墙。
那我们现在再调整一下曝光，把人给正确曝光，你就会发现现在背景就显得非常的暗了啊。这样其实你就通过这个逻辑实现了大多数科技博主的这个布光逻辑，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光比，这样通常看起来画面会有更强的反差，也就突出了人物的主体。这也是为什么通常你会看到我们会在前面把这个柔光灯摆得这么近，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个光显得非常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背景来拉出这个反差。而背景里我又有可能贴墙放一些小灯，这样会显得很亮，可以来点缀画面，来构建纵深啊。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运用这个平方反比定律啊。但这个时候啊，又有朋友要说话了，那假如我的房间就这么小，我拉不出这个距离，我人就只能贴着墙拍，那怎么样能拍出反差呢？啊，那想什么呢，小伙子？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假如你看一下我过去的视频，很早以前的视频，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房间纵深只有1.5米到2米之间，所以为了最大化前后景的距离，我都必须要把灯架在我的床上贴墙啊，这样的话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明暗分离。就其实以前我还考虑过把床给扔出去，然后睡在一个睡袋里啊，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就这是当初我做出的一些牺牲上的想法。那尤其是在拍摄纯黑背景的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这种背景，距离就直接影响到你黑色的纯净度啊，这也是为什么高级感会有这些差别，因为很纯的黑色看起来会更舒服啊，所以在距离上面你需要特别注意。那当然除了拉远，你还是可以学会遮光啊，来进一步帮助你创造一个纯净的黑色啊，就把光控制在你的手心里面。这个内容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课里会讲到，就是使用各种控光的配件。那现在你理解了我们上一节课的柔光还有硬光，以及这节课的平方反比定律，学会了的朋友可以扣个1，恭喜你，非常棒，你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你现在就可以利用你身边的这些灯光还有东西啊，逻辑上可以打出非常接近我们现在这样布光的画面了。那如果你有做的测试，可以像这样做一张图，发一个动态，艾特我们一下，我们想整理一些大家的布光方案和结果来分享出来。被选中的朋友，我们可以给你小奖品啊什么的啊。但我更希望的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能够交流，来学到更多的东西。很多人以为就是只要相机足够好，灯光稍微烂一点，拍出来的东西也能够被抢救回来啊。虽然一定逻辑上有一点帮助，但很多时候是正好相反的。就合适的灯光反而能够帮助很多平平无奇的相机甚至是手机拍出非常棒的效果。那像诺兰的处女座长片这个追随，预算只有6000美金。6000美金听起来不少，但是这是一个长片，他在整个片子里面只用了几盏红头灯，还有钨丝灯，还经常让主人公站在窗边，利用这个自然光来照射进行打光啊。但是可以看到出来的效果仍然非常不错啊，所以不要担心你自己的灯光不够好，设备不够好，这些我相信当你进入行业之中，你慢慢都会用上越来越好的设备。但灯光打光本身才是看经验看个人能力的，你必须要多打，去理解它独特的语言，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的灯光教学，希望对你有些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请务必关注我们，然后点赞、投币、3连、转发给你的朋友，假如他们也对布光感兴趣的话。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下次再见。